在这个荒无人烟的石滩里，我们坐在中国的火车上，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这里是亚洲的深处，一个叫做霍尔果斯的地方，是新丝绸之路的明星城市。外面的货运列车是从中国开往欧洲的西亚 Express。像这样的运货火车，可以在16天以内从这里抵达德国的 Duisburg。这是我们旅途的第27天。旅途的第1天，我们从吉隆坡飞到这一趟新丝绸之路的起点上海。上海以及附近的宁波是中国最重要的货物出入口海港群，每一天无数的货物从这里进出中国。这里是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在没有公路和汽车的时代，长江以及它大大小小的支流以及人造河，就是一个深入中国腹地的贸易和物流网。所以，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建立据点，收取长江这个物流网的各种货物，然后转卖到世界各地。上海可以说是世界各地 Made in China 货物的出海口，所以我们把这里当作新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上海玩了2天以后，我们坐上动车前往上海南边不远的一个小镇义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文具工具、玩具电器到汽油站的 pump， 你一生人可以用到的东西，大部分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世界各地 Made in China 的商品，很多都从义乌卖出去。义乌国际商贸城很大很大。要看完这里所有的商店，至少需要4、5天。西方媒体也称这里为 Santa's Workshop， 圣诞老人的工作坊，因为除了各种玩具和礼物，世界上68%的圣诞节装饰品，还有圣诞老人的服装，都来自义乌。我在这里的酒店遇到了来自非洲、中亚、中东、北欧的商人，走在路上可以碰到各种肤色。穿着各种传统服装的 entrepreneurs， 虽然是一个小城镇，却非常国际化。中国人常说和气生财，所以在义乌，我感觉这边的人都特别好脾气。在义乌，我们去了夜市，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 Pasar Malam。最后，我用很优惠的价格买了一个旅行箱，把背包的东西都塞了进去，轻松了许多。然后开始往西，前往下一个城市。坐了4个小时的动车以后，我到了9省通衢武汉，中国9个省之间的十字路口。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在这里爆发，结束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王朝时代。眼前这座古城门，这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之地，所以这里也是古中国迈向现代化制度的那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当年起义军的总部门前，依然矗立着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雕像，与世界各地包括马来西亚槟城的孙中山雕像遥相呼应，提醒人们武汉是中华民国发源地。来到武汉，当然必须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这里是长江的中段，也是长江水路和中国铁路的重要枢纽。从 Google Map 里面可以看到，长江旁边有一个特别巨大的火车站，仔细看可以看到有铁路在这个区域里穿来穿去。地点我放在评论区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武汉汉口一带的老城区很漂亮，街道两旁的店屋有民国时期的风格，
其实跟上海的情况也类似，汉口是汉江进入长江的河口，是货物的集散地，因此在晚清时代和法日英俄都在汉口有租界，所以汉口这里也有不少殖民时代风格的大型建筑。第7天，我们来到了古丝路的起点西安，这里是碑林博物馆，是从公元75年由唐帝国的帝王开始收集的一批瓷碑，至今这一批收藏已经超过1200年，从1087年就放在现在这个地点。从大约公元前1100年开始，许多帝国都在西安这个地区建立首都，包括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他的帝国首府咸阳也在这个地区，所以他的陵墓兵马俑也就在西安附近。西安闹市里最有名的美食街是一个穆斯林社区，社区里的几家清真寺都已经超过1000年，这里的美食都是哈拉的，穆斯林旅客来到西安不需要担心找不到吃的。这碗是臊子面，在西安的闹市已经流行了过千年。在面摊子附近的大学习巷清真寺，还看到南洋华人很熟悉的明朝航海家郑和有关的事迹。原来这里的一个伊曼为船队立了大功，而这个伊曼想要的奖赏就是整修清真寺，所以郑和用皇帝的赏赐并亲自监督，对这座清真寺进行了一次大整修。这件事都记录在这个石碑上。我还以为只有海岸的地方才会有郑和的事迹，在内陆深处的西安看到郑和船队的故事，让我很惊讶。第13天，我们继续往亚洲深处前进，要前往一个黄河边的城市。车窗外的景色已经变得跟第一天很不一样，之前都是葱葱郁郁的茂密树林，变成了这样干旱的地貌，山丘像是土堆，土王的，很少会有树。高铁的车窗就是最有效的地理课，走一趟就可以看一遍地貌的变化。我来到了兰州，兰州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不管在今天还是1000年前，兰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这里流经兰州，但是兰州市黄河两边的地区都布满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来自马来西亚，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城市见过那么多的清真寺。这部分的黄河水流平静，河边的公园聚集着许多当地的老人家，唱大戏、喝茶，享受退休生活。来到兰州，当然要吃兰州牛肉面，可是万万没想到，兰州牛肉面里面是没有牛肉的。所以其实是牛肉汤面7元，要牛肉还要另外加7元人民币。买面的方式也很特别，付了钱老板会给一张票，自己把票拿给厨房，现拉的拉面做好了，会端到座位给你。另外这是我们在酒店附近菜市场吃的甜点，这家店是有50年历史的老字号。有人知道这种糕叫什么名字吗？第15天，地貌变得更干旱了。这里是黄土高原，当时有经过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室外温度是6度，外面还有雪。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大草原和远处盖着雪的祁连山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草原，辽阔的平原上有大雪山为背景，完全就是武侠小说的画面。可惜只能坐在高速火车上面看，如果是自己开车经过，肯定会流连忘返，不想走了。
们在柳岩站下车，跟着人群出到车站外，坐上班车。这一趟车坐满了人，我跟坐在同排的人聊天，他们的工作让我差一点掉下椅子。以后会告诉大家他们是做什么的，有兴趣的朋友要记得订阅咯。经过还散落着汉代长城的戈壁滩，我们终于来到了敦煌。远在2200年前，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一个名胜，被前往西域的人们记录在他们的游记里。汽车一进入敦煌市区，我就被矗立在整座城市后面的沙山吓了一跳，那就是鸣沙山。来到沙漠之中，才知道古代的商旅要在沙漠中行走是非常费劲的事，但是踩在骆驼的蹄印里，走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一些。这里就是月牙泉，沙漠中一个月亮形的湖，非常奇特的景色。来到敦煌，当然不可以错过莫高窟，这是一个重要文明宝库，一个见证了佛教传播的古老遗迹。从4世纪开始的1000年之间，因为丝绸之路而蓬勃发展，直到15世纪，海洋贸易取代了古陆路贸易，敦煌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00年才重新被一个道士发现，其中还有数以万计的一大批古老文书。莫高窟发现珍贵文书的消息很快传开，没多久就被欧洲人、日本人还有当地的军阀弄走了绝大部分。今天来自敦煌的壁画和文书散落在世界各地，大部分都在欧洲。后来我在首尔的国家博物馆也看到一些来自敦煌的文物，而研究敦煌的文物在今天已经是一门学术分支，叫做敦煌学 （Dunhuangology）。第17天，火车经过更荒凉的地貌，却把我们带到一个富饶的城市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也是世界上离开海洋最遥远的城市。这座城市很大，不知为何让我觉得有点像吉隆坡。我一直都以为乌鲁木齐是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来了才知道它其实是在天山的怀抱里的热闹都市。这座中国西域最大的城市，虽然还没有像中国东岸的城市一样，有那些近几年新建、设计特别新颖的玻璃高楼，不过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也已经不比一些国家的首都逊色。夜里的城市也是布满了灯光，繁华热闹的街道应有尽有，而且干净、整洁、漂亮。乌鲁木齐应该是中亚地区数一数二最大的城市，因此这里自然而然就汇聚了各种中亚美食，新疆大盘鸡、馕、羊肉串、羊杂串、羊排串，还有抓饭，想到就流口水。这是过油肉拌面，维吾尔语叫做 Lahman。
在中国西北对面条的要求标准特别高，所以这里的面条都必须是现拉的，再淋上現炒的嫩嫩的羊肉和爽脆的蔬菜，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口。之但係我心目中永遠嘅第一名就梗係抓飯啦。聽聞喺維吾爾語入邊係叫做 polo， 但係喺中亞就普遍上都叫做 pilaf， 抓飯。所以啱啱開頭嘅時候，我梗係用手食啦。喺馬來西亞用手食飯係好正常嘅一回事。三尾見到，咦？點解人哋本地人都冇人用手食嘅，都係用筷子嘅？我又唔好意思用手食啦，無謂扮晒嘢咁啦。仲有呢啲好緊要正嘅羊肉串，翻到Malaysia就食唔到啦，點算啊？這裡是天池，在烏魯木齊近郊天山山上的一個湖泊。我們是坐公車來的，相當費時間。來到這兒已經太遲了，還有3個小時就關門。建議要來的朋友可以早早出發，可以預先打包食物上來野餐，找一個少人的地方，在這裡消磨一整天。第23天，我們前往中國新疆的邊界城市。這一段通往中國西部邊境的路線，當時還沒有高鐵，坐的是中國的綠皮火車，也就是中國的就是普通速度火車，是一趟夜車，全程要11個半小時，所以我們買了比較舒適的臥鋪票。在這邊火車上，你可以唱歌跳舞，有舞廳和卡拉 OK 的火車，你有見過嗎？新疆的火車就有。長途火車上也有餐車，有現炒的熱菜，有點衝動，想要來一頓新疆宵夜，吃飽睡一頓好覺。我們坐了5665公里的火車，從太平洋沿岸的海邊城市上海，來到中國新疆的邊境 Phobos。也許你有聽過這個地方，它是火車絲綢之路的明星城市，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在這裡兩國間有一個邊界免稅區。哈薩克斯坦還有其他幾個重要國家的人民會來到這裡購買免稅商品，在這裡你可以一步跨越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邊界。世界最大的內陸港就在哈薩克斯坦那一邊，每一天都有大量的貨櫃、汽車和機械通過這條通道，從中國運往中亞以及歐洲。離開中國的前一個晚上的霍格沃斯，這是晚上的9點鐘，天空還很亮，天色真的非常漂亮。第27天，我們坐上跨國火車前往哈薩克斯坦。這是一輛幾乎全空的火車，全車大概有250張床，但是整列火車包括我們只有3個乘客，其他都是火車的乘務員。這是一條非常冷門的路線，在2018年互聯網上面關於坐火車從新疆進入哈薩克斯坦的資訊幾乎等於零，所以對我們來說坐這趟火車是一次冒險。很幸運的，一切都非常順利。如果你想知道怎麼使用這一趟火車，請在留言區裡告訴我們，同時關注我們的頻道，我們會在以後的影片裡面詳細解釋。火車經過了哈薩克斯坦的海關。這些就是中國到歐洲的貨運列車 CR Express， 背景是壯麗的天山山脈，火車開得很慢很慢，雖然距離不遠，不過用了差不多2個小時，才正式進入哈薩克斯坦。但是無所謂，能夠順順利利的就進入哈薩克斯坦，我們已經很開心，超級期待接下來的旅途。Altinko， 哈薩克斯坦境內的第一站。離開邊界只有9公里，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公共建築上面見到西里爾字母。我們來到了前蘇聯地區。
从中国新疆出境，连 visa 都不用，顺顺利利就进入哈萨克斯坦。火车上的我们，心情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爽啊！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上一集的视频中，我们从上海跨越了差不多6000公里，从中国新疆边境来到阿玛迪，哈萨克斯坦的旧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中文名叫做阿拉木图，和阿玛迪的发音有相当大的差别。那通常是因为阿拉木图应该来自更古老的旧名字，这就跟中国被西方叫做 China， 在俄语叫 Kitai， 都是类似的原因。对哈萨克斯坦我们完全陌生，所知道的哈萨克斯坦人的长相，就是前首相 Bozgul 的女婿，还有他母亲。另外就是排球女神 Sabina Altinbekova。原本以为来到哈萨克斯坦，街上的人就该像以上几位的长相，结果完全不是。走在街上，像上面几位那种完全东亚脸孔的，怎么好像只有一半，反而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欧亚混血儿。金头发蓝眼珠却亚洲脸的也有，黑头发黑眼珠却欧洲脸的也有。总而言之，从欧洲特征到东亚特征之间的任何一种组合都能见到。原来因为种种的历史原因，哈萨克斯坦有将近140种民族，除了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占了73%以外，第二多的还有15.4%的俄罗斯人，第三是乌兹别克人，第四多的是维吾尔人，也有大概28万人左右。其他还有朝鲜人、乌克兰人、德意志人、东干人等等等。彼此间的共同语言是俄语，这就跟新加坡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伊式是一样的。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国土比马来西亚大9倍，不过人口几乎比马来西亚还小一半。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东干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所以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会说英语的民宿老板颇为自豪地告诉我说，哈萨克斯坦虽然是伊斯兰，但不走极端主义，是世俗的国家。他说的没错，在市中心的著名市场 Green Market 里面，猪肉摊并没有像马来西亚一样会被完全隔离在另一个角落，而是跟其他肉类一样一视同仁，马肉摊一排，羊肉摊一排，猪肉摊一排这样子。在超市里面，酒类也不需要跟猪肉一起被藏起来，而是正常的放在饮料区里。我不确定为什么民宿老板会特别强调他们是世俗的穆斯林，不知道他是要与哪个地区的极端主义做区别。而且我们很幸运，在4月30日来到哈萨克斯坦。5月1日那天，在科托贝的市民广场，看到工人正在大舞台要庆祝节日。原本以为既然哈萨克斯坦是前共产国家，那应该是为了要庆祝劳动节而做的舞台吧。经过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在庆祝国民团结日 Unity Day。 据说是1991年脱离苏联以后，为了去苏联化，他们在1996年把劳动节改成国民团结日，但就不确定这个说法准不准确。而庆祝的方式就是通过穿上民族服饰，还有歌舞表演，让各民族彼此认识各自的文化。上网继续了解，这才知道原来5月是个爱国月，除了5月1的 Unity Day，5月7是 Defender of the Fatherland Day， 祖国保卫者日，也可以说是军人节的意思啦。然后就是高峰的5月9 Victory Day， 也就是二战胜利日。人生第一次来到前苏联地区，还误打误撞的碰上 Victory Day， 因此本来不确定要在阿拉木图待几天的，这回就可以下决定啦。当然是过了 Victory Day 才走喽。因此在那10天之间，我们换了4次住的地方，头3个晚上住的 Milden Hotel， 选择它的原因单纯是因为它含早餐，没想到它的早餐buffet很有诚意。哇哦，好价！每个早上的选择都很丰盛，吃得很满足。然后接下来的另一个住处，我们也一样跟着免费早餐跑，结果发现在阿玛提旁边有一座滑雪胜地的大雪山，叫做 Chimbula Resort Hotel， 房间价钱跟平地一样，也有免费早餐，当然就傻乎乎的冲上去啦。而且距离近得很夸张，从市中心坐 cab 去到山脚才20分钟多些，远比从 KL 去云顶还近得多。可是这个是真正在云里面的大雪山，首都级的城市旁边就有这样的自然美景。
住在阿毛底的人真的让我很羡慕。雪山里的风光是真的很漂亮，但是附带的早餐就差强人意啦。幸好餐厅的用餐环境还有落地窗外的景色，算是弥补了不足。全部拉 Resort 的房间全都是松木做的，房间里都是木头的香气，价钱还比云顶便宜，有很大的暖炉，所以不会冷。还有一个阳台，晚上可以看到阿玛提的夜景。山上下来以后，又换了2次民宿，民宿就没有早餐啦，但是超级幸运。第一家民宿转角处就有一家大排长龙的格鲁吉亚餐厅，大家买的是他们的传统面包，叫做 Khachapuri， 而且很便宜，买了一个，再去超市买牛油和鱼子，也是吃得很爽。而且一个 Khachapuri 可以吃很多餐，真的是超值。第2间民宿就有厨房了，而楼上的夫妻在马来西亚留过学，见到我们超级开心，还用浓浓的马来西亚腔英语告诉我们，附近有一个周一才有的街市，推荐我们过去看看。难得遇到本地人推荐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到这个 Monday Market 看看咯。我们在这里喝 Kwas 是一种低酒精饮料，是用发酵的面包做的，我都叫它做中亚凉茶。然后也买了一些馕，再到超市买一条 sausage 和鸡蛋，就这样最后几天的早餐就解决啦。以后我们会做一集，把我们在阿拉木图的开销和住处，还有所碰上的最大的问题，以及吃过的食物，还有最值得买的纪念品，分享给大家。不想错过的朋友，请别忘记给我们点个赞，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第38天，我们从阿拉木图机场坐飞机飞回西安，从西安坐火车到阿拉木图，全程不停的话，约需要4天，飞回去却只要4小时半，跟马来西亚飞到香港的时间差不多。回到西安机场就直接坐巴士到西安北站，先把下一个目的地的车票买了，再找一家便宜的酒店，结果住到了安远门，是西安城墙外的一个住宅区。距离火车站虽然10公里，但是没关系，可以坐地铁，并没有多大的不便。隔天早上还到街坊邻里的早餐店，来一顿肉夹馍加羊肉泡馍的西安早餐。特意把车票买在中午，就是为了早餐要来这样一顿。吃饱喝足以后，我坐上了西成高铁，西安成都高铁。当时也才刚开行5个月，这条高铁路线把中国2个在国际上最出名的旅游城市西安还有成都的距离大大缩短。看完了西安兵马俑，就可以去成都看熊猫。所以对游客来说，这是一条非常好用的路线。早上塞了满满一肚子的西安羊肉，西成高铁4个半小时的行程，刚刚好肚子又饿啦。完美的带着空肚子，我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一点都不夸张。火车门一打开，连空气都不一样，扑鼻都是花椒的香气。空着肚子来到成都，当然是为了要吃火锅啦。早餐在西安吃羊肉泡馍，晚餐在成都吃麻辣火锅，这样的安排全冇太可驚啊！喺呢個時間食啱啱好啊！每一個細節我都計算埋啊！聽說四川吃火鍋都吃內臟，所以我都特意點了內臟來嘗嘗。最好吃的還是毛肚，不過要涮得剛剛好，需要有一點經驗。在這裡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給油碟加料的。之前在新加坡牛車水也常約朋友去吃四川麻辣火鍋，但是就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油罐子。相比之前4月份剛到西安的時候才13度，5月中的成都天氣已經跟馬來西亞一樣熱了，穿牛仔褲完全受不了。去過了文化老街、寬仔巷子，我們就換個地方，住到了春熙路附近的青年旅社。春熙路是一條購物街，奢侈品大牌聚集的地方。抖音上面很多美女路人的那個地方，就是春熙路上的太古里，一個用中式審美去建造的購物村。太古里這裡的商鋪實在很漂亮，吸引了年輕人聚集，應該可以說是成都的潮流地標了。
除了现代购物，成都当然有深厚的历史遗迹。武后祠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因为是纪念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的庙。但是这座庙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诸葛亮的君主刘备的墓，还有祭祀这座墓的汉昭烈庙就在这里。虽然不确定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刘备的尸骨，不过根据官网介绍，这3座建筑是真真正正，至少从大约公元480年开始就已经存在在这个地点了。所以这里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而且估计这1600多年以来都是观光名胜。当然，现在看得到的建筑并不是1600年前初建的样式，现在的建筑是以清康熙10年的改建为基础而保存下来的，里面有很大很舒服的中式园林。今天的武侯祠是三国文化纪念馆，除了诸葛亮和刘备、张飞、关羽，还有其他三国英雄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而武侯祠旁边有一条商业街，叫做锦里，以古时候丝绸作坊一条街为主题而建造的一个仿古主题商圈。根据史料记载，因为诸葛亮鼓励生产蜀锦，然后外销来提高蜀地收入，当时的作坊都集中在一条街上，但就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在这里。除了公元3世纪的诸葛亮推行的蜀锦出口，茶叶也在成都的古代贸易中占有极大的一部分。除了丝绸之路，还有另外一条古贸易路线，叫做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以丝绸为主，而茶马古道就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贸易商品。从云贵高原用马匹运来的茶叶会从成都进入青藏高原。从 Google Map 里面可以看到，四川省西半边就是青藏高原，成都平原的形成也跟西藏高原息息相关，所以成都是进入高原的入口处，茶叶就从成都由马帮通过山路进入藏区。因此四川省内也有藏族自治州。在四川省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了这个藏族法器嘎巴拉碗，是一个人头骨做成的碗。看到这里，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应该也懂了，这个藏语的嘎巴拉会是马来语中的嘎巴勒吗？马来语中的嘎巴勒是头部的意思，用人头做成的碗叫做嘎巴拉，是巧合吗？要是有懂藏文的朋友知道藏语中头部是怎么说的，或是嘎巴拉碗的嘎巴拉是什么意思，麻烦留言告诉我哦。所以懂得马来语在看跟印度文化有关的文物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小发现。在成都的最后2天，我们的晚餐都去了在旅社对面这间叫做涛林的川菜馆，因为每天都看到有很多本地人在排队，所以我们也跟着一起排，真的很不错，所以连续光顾了2天。有去成都玩的朋友可以去尝尝，尤其这道沸腾鱼，香气扑鼻，而且价格也不贵。浅浅地体会了天府之国的闲逸，我们继续往南。在旅途的第44天，我们前往下一个城市。重庆是一个直辖市，人口有3200万，以人口计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重庆在长江上游，跟武汉类似，也是一个两江汇流的地方。嘉陵江在这里与长江合并，同样的也成就了一个物流枢纽。在两江汇流的这个地方叫做渝中半岛，在最尖尖的这里有个古城门叫做朝天门。现在在这里有一个重庆来福士，其实就是新加坡人都很熟悉，由80年代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所设计，于1986年开业。从地铁 City Hall 站出来的那个购物中心 Raffles City， 重庆 Raffles City 同样也是新加坡 Capital Group 的，是新加坡公司在中国西部的最大投资。新加坡和重庆之间也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协议，叫做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心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启动第4个年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包括4个中国省级政府在内的多个新伙伴加入，共同发展重点的陆海新通道项目。贸工部长陈振声说，是时候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了。Beyond building the network of hardware, meaning the roads, the rails, we are also working together to integrate the software, how we integrate the data exchange, how we integrate the custom clearance processes. So all this will require efforts on both sides to make it a seamless environment for our businesses. 上一集我们在哈萨克斯坦边界看到的中欧班列最开始的起点站就是在重庆的团结村，物流火车往西就去往欧洲，但是从中国西部来的货，比如我们煲汤用的新疆红枣，或是西藏的冬虫夏草，要从新疆来到马来西亚，那么与其往东前往上海港口出海，火车就倒不如南下开到广西，直接从广西的钦州港装船出海。这样从地图上看，所节省的路途是一目了然。从广西，火车也可以继续南下进入越南。那么在越南设厂的韩国、日本等各国公司，也可以通过这条路线送货到中亚和欧洲。或者是换一条路，也可以从昆明进入辽国、泰国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曾经是这个网络上最后一个空格的辽国，随着中老铁路的启用，如今也已经补上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淘宝上面买东西，如果你有留意路线的话，那些包裹很多时候是跑陆路来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使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路线啦。重庆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就在 Raffles City 的后面，叫做解放碑。原因是因为在1937年到194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重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华民国的暂时首都。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华民国就在这里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而中华民国会以这里为首都，那也是因为重庆是在群山之间的城市，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成为当时的大后方。武器和子弹的工厂也都在这里，这也导致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重庆进行长达6年半的地毯式轰炸，日语叫做重庆暴击。在 YouTube 上面搜索重庆暴击，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日语影片。因此在重庆有很多防空洞，这些防空洞在战争结束以后改建成为了商店，其中当然有重庆火锅店啦。这家洞庭火锅就开在防空洞里面，在成都也才吃了一次的火锅，来到重庆当然继续吃。重庆火锅跟成都的分别就是重庆的锅全是牛油，在冷的时候是一整块凝固的，所以你看到马来西亚超市卖的这种1块的火锅油，这是重庆火锅啦。除了重庆火锅，另一道菜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家吴山纸包鱼我们是在网上搜到的，像这样用纸包着焖，然后才打开。哇哦，好香好香好香！可惜5月中的重庆实在太热了，热得我这个马来西亚人都不敢出门，所以在重庆5天也没去到什么地方，就一直都在渝中这边而已。如果有对重庆比较熟悉的朋友，到重庆还可以去哪里玩或是吃，可以留言介绍给大家吗？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决定要走哪条路回马来西亚，如果走泰国就要去云南，如果走越南就要去广西。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对你的旅游行程有帮助，请记得给我们一个赞，然后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分享给你喜爱旅行的朋友们，一起关注我们的频道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说吧。清晨7点钟，晨光下的长江金光闪闪。我们坐的重庆轻轨正好有穿过重庆的景点之一李子坝站，这是在居民楼里面的一个站。注意看，轨道是从楼房里面穿过的。旅途的第49天，我们到重庆西站坐上高铁，继续走陆路回马来西亚。至于是要从广西进入越南，经柬埔寨到曼谷吗？还是要从云南进老挝到泰国呢？当下还没有决定。不过走越南进入柬埔寨会比较有压力，因为我好几个同事
包括我自己，全部都在越南被抢过手机或背包，所以对越南的治安比较没有信心。至于柬埔寨，2022年8月，美国政客时任国会议长兼炒股巨富 Nancy Pelosi 窜访台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台湾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的传出了卖猪仔的新闻。窝藏在柬埔寨或缅甸的诈骗集团，从台湾或马来西亚物色年轻人，以高薪哄骗他们到柬埔寨进行网络诈骗等犯法勾当，还以极度残忍恐怖的暴力手段控制这些年轻人。这些骇人听闻的恶行，就这样把 Nancy Pelosi 窜访台湾的新闻热度完全盖过。但是无论如何，实际上是真的有马来西亚的青年不幸网络情人骗局，被骗到曼谷后，连夜被带到缅甸，落入诈骗集团手中，最终在泰缅边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全身瘀伤，昏迷不醒，最后在泰国小镇的医院中死去。因为加密货币的关系，犯罪得来的钱可以轻松跨国界转账和洗白。A 国犯罪，B 国当富豪，真的可以这么方便？所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恐怖赚钱勾当都有人敢做。这种乱象如果无法克制，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早上7点从重庆出门，经过8个小时，越过1139公里的奇石山水之后，我们到了南宁。到民宿安顿好，已经是傍晚6点。这是整个旅途中距离最长的一趟火车。入住的民宿在东盟商务区，区里面的小分区和路名都以东盟国家命名，所以有马来西亚区、泰国区、中兴路、中非路这样的街道名字。从2004年开始 ，China ASEAN Expo 中国东盟博览会都会在南宁举办，促进中国和东盟10国之间的贸易。会有这样的安排，那是因为广西是中国对接东盟的区域，从广西出海就是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从地图上看就很容易明白，所以东南亚华人也有很多来自广西。根据马来西亚广西同乡会的资料，是排第3多的族群，仅次于广东和福建。后来南洋华人回到祖籍地，又把南洋的事物带回去，所以来到南宁的老区水街一带，那边的老店物跟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都很像。除了老店物很像，在南宁连出行习惯也有南洋风格。在南宁满街都是摩托车，上下班买菜都骑摩托车。之前一路上的所有中国城市，除了重庆，几乎都没有这种习惯。满街的摩托车立刻让我想起河内。南宁和河内距离才350公里，不算过关卡的时间的话，那么开车5个小时就可以到咯，大概等于吉隆坡去槟城的距离吧。所以南宁到河内的陆路交通很方便，除了火车还可以坐巴士。跨国巴士是在南宁的朗东汽车站，从这里可以坐巴士到河内，那么就可以从河内南下到胡志明市，再坐巴士经柬埔寨坐到曼谷。但是考虑到我们对越南和柬埔寨比较不熟悉，感觉我们带着笨重的行李会比较不安全，所以最后我们打消了从越南、柬埔寨回马来西亚的想法。南宁的饮食习惯也是我们东南亚华人很熟悉的口味。南宁有一种粉，名字很有趣，叫做楼腰粉，其实就是清汤河粉啦。我在南宁水街的美食广场吃的这碗鸭肉老友粉，简直是人间美味，超级好吃，价钱也不贵，才人民币12块钱。就是这间水街彭威烧鸭，超级推荐。第52天，我们坐上了此行最后一趟的中国火车。广西和云南之间的这条路线景色也很精彩，地平线上有许多这样一颗一颗的石山。石山之间的山谷还有农田和农舍，景色非常秀气。从城市人的角度看，住在这样的地方实在很舒服。前提当然是不愁衣食加交通便利了。穿过云贵高原的神仙景色，高铁在昆明南站停下。原本从成都开始一直到南宁，天气已经非常热，
没想到来到昆明，却突然就变得有点冷。原来昆明是在高原上，高度跟马来西亚的云顶差不多。虽然也是在中国南方，但是冬天不会寒，夏天不会热，四季如春，所以昆明也叫做春城。突然之间，我想起了中学时期的一位先生，名字就叫做春城。多年不曾想起这位老前辈，是来到昆明我才猛然想起，这位前辈的名字原来是指昆明。也许他家人为他取名春城，并非偶然，因为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期间，南洋有3000多名华人响应新加坡华商程家庚先生的号召，到云南去主持货车队，冒着掉下山崖、日军轰炸和疾病的风险，从缅甸往云南向中华民国的军队运输物资。日本投降之后，剩余约一半活命的人也回到南洋。说不定那位前辈的家里也有人参与了这一次行动，而为他取名春城作为纪念。在昆明，我们住到了大角市国际青年旅社。虽然离开地铁站要步行10分钟，但是很靠近一个菜市场。离开中国的最后几天，能碰上这个专心农贸市场，跟中了头奖一样。因为有好多当地美食，用菜市场价格就可以大饱口福。而且都很有特色，比如这家大排长龙的豆腐米线和干汤圆，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摊狗街烤鸭，又便宜又好吃，也是排出了人龙。云南物产之丰富，从市场就可以看出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食材，好多都是马来西亚没见过的。适逢野菇菌类的季节，所以看到好多稀奇古怪的菌类，又肥又壮，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摆摊子的也有许多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我这才知道，原来云南也有很多回族。其实台北也有很多来自云南的回族穆斯林落脚。有几顿饭我们都是在穆斯林的饭店吃，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间回民饭堂，因为大姐的档口贴着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Salam， 在 Ramadan 期间为出门在外和不便做饭的斋戒者提供免费开斋饭。这家烤羊肉串戴头巾的老板娘应该是回族，但是老板感觉像是新疆人。附近还有伊斯兰教堂，刚好到礼拜的期间听到他们的阿赞跟我们这边的不一样。接着我们就到昆明南部汽车站买票，在这里我们买了去老挝会赛的车票，票价是每人380块钱。这是一个国际车站，可以坐巴士到缅甸、老挝、泰国、越南。买好了车票，看到旁边好像有个大卖场，走过去一看，才知道这里也是一个批发城，叫做罗斯湾国际商贸城。里面有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比如衣服、行李箱、鞋子、玩具，规模很大，其实就跟义乌一样的模式。来自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的商人，可以通过陆路直接来这边进货。坐在昆明 MRT 上面，看到商贸城外观，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大。旅途的第57天，下午6点30分左右，我们带着从菜市场买的一些干粮，登上了这辆跨国的卧铺巴士。巴士7点开车，出了昆明不远就上了高速公路。没多久，天色就暗了下来。到半夜的时候，司机依照法规，在夜间2点停车休息。接着到清晨6点才再一次上路。这条路线叫做昆曼公路，昆明曼谷公路，会穿过雾气缭绕的深山，在细微晨光和云海之间，经过玉溪、普洱、西双版纳，还有老挝、台北，最后抵达曼谷。全程是1800公里，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自己开车走这一条公路。
巴士在早上8点抵达中国边境莫汉，在这边司机会休息1个小时，吃早餐，喝杯茶。9点钟再度出发，前往不远处的关卡。这里就是中国的海关，从这里就可以出境老挝的 Batam。因为是东盟成员国，所以马来西亚人的入境程序很简单。进入老挝不需要签证，填好入境卡，确认盖章就可以了。但是同行的中国人会在入口处被收取小费，具体要给多少就不是很清楚。这一座金色的塔就是老挝 Batam 的海关，非常简单。走出简单的海关建筑，等同一辆巴士过来，上车就继续前往会赛。眼前这块工地是中老铁路在老挝境内的第一个火车站 Batam。听说这个地区也是用来搞赌场，实在让人很无语。先是西哈努克，再到 Batam。东南亚一带一路的节点，如果都继续这样被用来大搞黄赌毒，把地方弄得乌烟瘴气，那么华人的名声会越来越糟糕，华人在海外旅游也不会安全。巴士在老挝的公路上明显过大，往往还要与来自中国的大罗里擦身而过。这些大货车来自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的。载回去的是各种热带水果，比如香蕉、榴莲。这样的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很多，对使用这些公路的村民造成压力。试想想，你开着一台小摩托车，然后前后都有12轮大罗里冲过来，你真的要躲远远的。往往路边都有村庄，有小孩跑来跑去玩耍，所以其实很危险。实际走过这条路，你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中老铁路的建设是符合需求的。如果没有解决，那么老挝就永远成为区域物流的痛点，东西越来越出不去，就越来越穷。而老挝到底为什么那么穷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地图上就可以轻易的看出来，整个老挝几乎都是山，平原、海港都属于泰国、柬埔寨、越南，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修路不简单，所以交通不便。另外，老挝的国土上还有很多炸弹。At the time,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acknowledge America's role. It was a secret war. And for years, the American people did not know. Even now, many Americans are not fully aware of this chapter in our history,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oday. Over 9 years, from 1964 to 1973, the United States dropped more than 2 million tons of bombs here in Laos.More than we dropped on Germany and Japan combined during all of World War II. It made Laos per person the most heavily bombed country in history. As one Laotian said, the bombs fell like rain. Villages and entire valleys were obliterated. The ancient plain of Jars was devastated. Countless civilians were killed.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世人都不知道，老挝是人类历史上被轰炸最严重的国家。所以，除了高山地形的先天限制，遍地的炸弹也是阻碍老挝发展的人为原因之一。从1964年到1973年的9年之间，美军在老挝进行了一项秘密行动，行动代号是 Operation Barrel Roll。这项秘密行动进行过58万0344次轰炸任务。在老挝投下了2.6亿枚炸弹，总重量超过200万吨。9年之间的每一天，平均每8分钟就有1颗炸弹落在老挝。老挝18个省，有10个省是 UXO 未爆弹重灾区。根据 BBC 的报道，还有2.88亿枚的 cluster munition 集束炸弹弹药，以及7500万枚的其他类型未爆炸弹散落在老挝的国土上，导致老挝的土地在没有进行仔细清除炸弹以前，不能随便动。这也为土地发展增加了巨大人民风险和成本。而排爆工作，美国并不直接派兵负责，他们是拨款给一些美国的非官方组织，
通过这些组织再拨款去组织当地志愿者去清理漫山遍野的未爆弹。战争结束以后，至今50年，美国承诺付出约2亿美元的清理费，但是当年长达9年的投弹行动，据估计每10天就需要1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年每20天美军就可以花掉2亿美元丢炸弹，长达3285天。战争结束50年以来，已经有2万人被 UXO 炸死，其中大部分是小男孩，看到小球一样的炸弹，好奇捡起来玩，就会被炸死。单单在2021年，老挝有记录的 UXO 爆炸事件有31宗，致伤44人，杀死11人。也就是说，虽然美国离开战场已经50年，但是每年还有平民被美国炸弹炸死或炸断肢体，可想而知，在其他的战场，未爆弹也会持续困扰当地人多年。巴士在中途会停下来让我们吃午餐，午餐是在路边的乡村屋餐厅，售卖的食物都是一些炒菜啊、烤肉、水果之类。由于担心在车上会闹肚子，所以一般我们坐巴士都尽量少吃少喝，这一次也不例外。下午7点从昆明出发的巴士，在隔天下午大约4点抵达会采的时候，是在一个空地上。一下巴士就有很多톡톡司机来问要去哪里。最后我上了一个中国小伙和他老挝太太的小面包车，目的地是湄公河边的老泰关卡。出境老挝很顺利，接着坐上接驳巴士越过湄公河。要注意，这个接驳巴士是要买票的哦。湄公河的另一边就是泰国的关卡啦。进入泰国也很顺利，不需要给kopi钱。kopi钱也就是请官员喝咖啡的意思，讲白了就是台底钱贿赂啦。马来西亚游客从Bukit Kayu Hitam马泰关卡进入泰国，往往会被收取1块或是2块钱马币，交给柜台官员的。这也已经是公开的惯例，不知道是哪一个笨蛋开的头啦。无论如何，这边不用给钱。入境以后，再坐上톡톡，直接前往边境城市强孔。톡톡上面这几位大姐也是从中国过来的，她们来自12盘纳，也就是西双版纳，听说是要到清迈去找亲戚。来到熟悉的泰国，老实说，感觉就已经像到家了。但是从泰国北部坐火车回马来西亚，我还没有试过。接下来的行程，我们留到下一集再继续与大家分享吧。如果这一集的内容对你的旅行规划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赞，分享给你喜欢自助旅行的朋友们，一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从中国坐了1天的巴士来到泰国的第一个行程，在湄公河畔繁忙的快艇声中醒来。辽国与泰国就以这条河划分2国的国界。我所在的地方是泰国最靠近中国的小镇，叫做千孔，对岸就是辽国的回塞。过去的58天，我们横跨了中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住了10天。旅途的第59天，我们终于回到了东南亚。青孔的吉祥物是这条大鲶鱼，象征着湄公河的富饶。这里距离中国只有230公里，中间隔着辽国北部，所以是中泰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泰国的农产品就从这里越过湄公河，在辽国装上中国来的大卡车，运入中国。客栈老板说，这里曾经满满的都是中国自驾游游客，生意很好做。直到2016年，泰国政府禁止中国车辆进入泰国，青孔的旅游业从此没落。
曾经盛极一时的河边民宿也相继倒闭荒废，成了一个落寞的边陲小镇。只有大河上还有繁忙的货船，是千百年来千孔赖以存在的传统贸易方式。没事到泰国就可以租摩托车，像当地人一样穿街过巷，体会泰国的风俗和美食。我们记得台北的特色美食是烤水，于是我们找到这一家，是泰国游客来到千孔必吃的一家名店。不过万万没想到，他们原来卖的是西双版纳的烤水，也就是中国云南傣族的风格，所以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接着我们去镇上的巴士站，搞清楚离开千孔的巴士时间表和票价，然后再骑个大概20分钟去到山里的苗族村落。中午的山村非常宁静，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千孔的旅游业主打的就是这种平静的生态旅游，有时间可以在河边酒店住个2-3天，让身心沉淀。晚餐当然就像当地人一样，去夜市帮衬小摊贩的大哥大姐们。有天早上坐上 tuk-tuk 去巴士站，要坐巴士去清莱。这辆红巴士应该是离开千孔的唯一公共交通吧。说起清莱，票价是每人65baht。巴士的年纪少说都有40岁，表示维护得很好，还保留着木质的地板，金属的部分也擦得闪亮亮，没有冷气，只有电风扇，感觉就像停留在1970年代的巴士。巴士摇摇晃晃的在台北的田园之间走走停停。如果你想要知道40-50年前的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这一趟车就很有 feel。2个半小时以后抵达了清莱巴士站。2007年来过一次，所以有一点印象。车站周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印象中车站外有个热闹的美食广场就不见了。这里是泰国最美的城市。清莱。我们住的民宿就在刚刚那座钟楼附近，这一带有不少清莱城的老店，其中有1-2家应该是中餐。除了这个可以加海鲜的粤式白粥，还有清汤鱼丸面，应该也是算中餐。当然还有烤水，就是这个脆脆的炸面条泡在咖喱汤里，是台北的美食之一。地道的台北香肠名店也在钟楼附近，还有这位肥妈卖的泰式汤圆是泡在椰浆里的，然后加雪糕和香椰肉，这种甜品叫做 Boloy， 意思是水上的莲花。肥妈 Boloy 也是清莱的名小吃。2007年那年我也来吃过，当时我们是从清迈开车去金三角，只能算是路过清莱，所以这次可以好好逛一回。1980到90年代的清莱地区曾经是国际海洛因贩卖中心，但是在大毒枭坤沙屠城以后，清莱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依靠山峦起伏的美丽地貌和凉爽的气候，成为了旅游胜地。清莱最有名的当然是白庙咯，这其实是一座艺术作品，做得真的很极致。然后就是黑庙，黑庙其实不是庙，是一位艺术大师的私人庄园。接着还有蓝庙，比较冷门的还有在郊外的一座白观音庙。这些颜色庙宇就形成了清莱的主要的旅游景点啦。接着我们骑摩托车去找比较有意思的景点，结果找到了这个在泰缅边境线上的一个军事哨岗。在泰国的1149号公路上，这条路有些部分会拐入缅甸境内，所以不到100米外，公路越境缅甸的地方，有缅甸军人持枪把守，寸土不让的意味很浓厚。相反，泰国这边空空如也，只有1-2个无武装的小兵，其他都是登山脚踏车发烧友。虽然骑摩托过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原路返回。离开清莱，我们坐上 Green Bus， 是清莱到清迈之间的冷气快车，而清孔到清莱那辆古董巴士叫做 Red Bus， 一红一绿，很容易辨认。目前火车最北直到清迈，
所以清迈以北的城市都只能靠巴士连接。清迈是一个气氛悠闲的城市，气候凉爽又有大城市的便利。在太北的兰纳语中，清迈是新城的意思，相对的旧城其实就是清迈。兰纳王朝的孟买王在1296年建立清迈，从此清迈就成为整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到清迈，我们也是重游故地。2007年那一趟自助游，没有手机导航，靠一张地图，租车自驾到金三角，还有泰国最北端的泰缅边界，隔壁就是缅甸塔吉令。现在回想，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清迈有一家猪脚饭，老板是一个大叔，给的鸡蛋是溏心蛋，无敌好吃，搞到我几乎每天都要吃。10多年以来让我念念不忘，但是这一趟怎么找都找不回。也许大叔早就退休了，只好是别摊的吧。回家猪肠简直是胆固醇炸弹。我们把行李留在清迈民宿，轻装上路，幸运的租到这台 Honda CRF 250，码表上只有6公里，根本就是全新的新车。骑着帅气十足的新摩托，我们出发前往百镇。租这一台越野摩托车是有原因的。话说当年我们租普通的 100cc 杠仔，因为租车行老板提起摆这个地方，我们骑着摩托车就冲了，没想到骑到山里面差点没有油。然后因为当时还在修路，整条路都是烂泥，又加上下雨，根本刹不住车，差点就要撞山。吸取教训才租了这台。当时是高估了那台小摩托车，又低估了山路的状况，结果当年根本就到不了100，直到了个油站，打满油，再用水瓶打包了2瓶汽油，就灰头土脸的往回走了，因为怕天黑回不了清迈。万万没想到10多年后有备而来，可是人家路早就修好了，所以越野摩托车的性能派不上用场。不过骑到镇里，我就全場最靚仔啦！我發誓是真的有美眉說哇塞！當然，美眉說的是那輛車，不是我。我們在百住了下來，隔天起早到山上看日出，然後出發前往梅洪順。從清邁到百到梅洪順，是摩托车骑士之间闻名的骑行路线，梅洪顺路北边部分。自驾摩托车就可以随心的走，途中可以转进一些乡村泥路，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好地方。这个山路尽头的电视塔站就是其中之一。骑到上面可以看到全山，从入口到这里的山路极小，是附近村民上来吹吹风的好地方。还有2只野狗的带路，把我带到他们的风水位吹山风。走走停停，从百到梅洪顺要4个小时。这里离缅甸不远，是泰国西北的偏远小镇。镇上还可以看到木建筑的老店铺，镇里最大的佛庙，建筑样式很特别，应该是缅甸风格吧。整座都是木建筑，外墙有很多银色的吊饰，跟普通泰式庙的风格很不一样。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陈列一些老雕塑，还有一些精美的老经书，可惜解说牌都只用泰文，根本看不懂。这里还有一张地图，图上的旗帜我还以为是中华民国，大家来猜猜看这是哪个国家的旗？从梅洪顺原路返回到百，已经是晚上快9点了。隔天早上好好享用了一下百民宿的设施和早餐，就回到清迈，继续住在之前那一家民宿。这家 Good Sleep 民宿地点不错哦，每天还有老板娘做的香蕉muffin做早餐，详情我放在解说区里，方便大家参考。附近也有一些老字号餐厅，比如这间清迈华人的海南鸡饭，叫做 Kiat Orchard Kamangai， 是清迈的名店。有趣的是，在泰国，海南鸡饭和猪肉沙爹像是一个中餐配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民宿走出来就是清迈周末夜市的起点，要找好吃的来夜市就对了嘛。COVID 3年后的2022年，看回去2018年清迈夜市的熙熙攘攘，真的蛮感慨的。但是我猜2023年就会恢复了吧。时隔10多年再来清迈，发现清迈的庙宇变得很豪华。当年清迈的庙宇非常老旧，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破败，但是现在好多都扩建或是重新粉刷，从里到外都金碧辉煌。旅游业带来的财富，从焕然一新的庙宇可以感受到。这幅新壁画描绘了一场大战，
仔细看化妆白衣士兵的装束，像是缅甸人。缅甸和暹罗两国的王朝之间的战争，从16世纪开始打了300多年，直到1886年缅甸的贡榜王朝被英国灭掉为止。缅甸从此滑入英属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在1948年才重新独立。无奈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到今天依然一蹶不振。民宿老板娘说，有许多缅甸来的无证劳工在泰国打黑工。到了该把这台 CRF 250还武器的时候了。拿车的时候码表上才6公里，还车时606，租了3天，正好跑了600公里。10年前，我们已经提早到火车站买了清迈到曼谷的车票。买车票要带上护照，柜台很常接待外国游客，所以一般买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第一次坐泰国的卧铺火车，车厢设计跟中国的完全不一样。餐车的配色还很雅致，绿茶色的座位有日本火车的配色感。餐车里的菜单都是泰式菜，选项蛮多的，可以从这里点餐，晚饭时间会直接送到你的座位。这趟清迈到曼谷的快车，前车卧铺，2018年的票价是上铺941bahts，下铺1041泰铢，全车有冷气。太阳下山之后，车内还蛮冷的。晚餐也在这个时候送到座位上，味道是不错的。在中国我没有试过在火车上点餐，一般都是提早打包了带上车吃。晚餐过后，乘务员就过来把所有座位打开变成床。无论你所见，泰国的卧铺火车干净明亮，清洁卫生做得很到位，厕所也干净，所以也不用担心。入夜以后，除了偶尔经过夜间车站，什么也看不见。火车上的屏幕显示有经过阿尤达亚，所以我们改变主意，根据屏幕上显示的时间，自己调好了闹钟。隔天清晨5点便在阿尤达亚下了火车。但是这个时间太早了，根本没办法到民宿去 check in， 只能坐在火车站等到天亮。火车站对面恰好有个早市，服务那些坐火车到曼谷上班的人群。阿尤达亚车站可以说是古色古香，1896年初建，1921年有重建过。里面这些木凳子和一些建筑结构，应该都比我年纪更大。天亮以后，在站前早市吃了碗粥，坐上小船越过护城河进入老城区，所以这趟长途旅行连3板船都坐过了。河边就有租摩托车的，就直接在这边租，回程的时候就容易得多。从多山的台北来到这里，很明显感觉阿尤达亚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小乡镇。阿尤达亚的中文名是大城，因为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辉煌的城市，是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区域的佛教中心。因此，这里有很多非常古老的佛寺遗迹。767年，经过14个月的围城，大城最后被缅甸人攻破，大城彻底被洗劫。在经历了400多年的风光以后，整座城市从此成为废墟。在全盛时期，这里有来自欧洲、西非、阿拉伯、南亚、中国、日本、爪哇岛的商人。Thai trading ships, called Siamese junk, when they visited Japan, remains in Japanese paintings of the time. In Japan of the 17th century, when Ayutthaya prospered, after the Battle of Sekigahara, Tokugawa Ieyasu, who became shogun and unified the country, proactively promoted overseas trade and started Red Seal ship trade. Ships going overseas were given Red Seal letters, which were letters from the Bakufu, military government,
permitting voyages. Only ships with such letters conducted trade with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According to records, in just the years from 1604 to 1616, 195 Red Seal ships were sent to Southeast Asia. As trade increased, Japanese villages were built in each area, and a large Japanese village was built in the most traveled to destination 36 times, Siam, today's Thailand. That is the Ayutthaya Japanese village of that time. On the outskirts of Ayutthaya Center, where the Chao Phraya River heads south, the Japanese village is on the east bank.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纪录片里说的日本村的地点。日本政府在这里建了一个纪念公园，里面的博物馆做得挺好，着重介绍东南亚的古国际贸易。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到阿尤达亚。除了古佛寺和大城废墟，日本人纪念公园里的博物馆也不要错过。可以从曼谷坐火车过来，安排个2天就够了。之后我们继续前往曼谷，坐的是这种城际火车，每个人20泰铢。这车很旧，没有冷气，就算开了窗、开了风扇还是热，而且超级无敌慢，时速只有40公里。这是2018年当时还在建造中的 Longsu Grand Station。曼谷的高铁和普通铁路加地铁总站。这个东南亚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在2021年8月已经正式启用了。旅途的第72天，我们抵达了曼谷的老车站火阿兰蓬。这个老车站，相信很多喜欢自助旅行的观众们都很熟悉。它在1916年启用，直到2022年为止是服务了106年。可想而知，这座车站是多少到曼谷打拼的泰国人的珍贵记忆。虽然来过泰国很多次，可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到火阿兰蓬。而且是从中国一直坐到这里。原本以为当初 Grand Station 会取代这里，成为曼谷的中火车站，而华兰蓬会成为火车博物馆。但截至2022年9月，华兰蓬还是个正常运作的火车站。由于3天后还要坐火车南下回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直接住在火车站对面的这间酒店。酒店的名字就叫做 At 华兰蓬 Hostel， 每晚1000泰铢，而且地点优越，就在唐人街亚瓦拉的旁边，所以酒店周边就有许多传统老华人的老字号美食。第一家就去吃板凳咖喱饭 Khao Keng Jack Pui， 卖的是泰式咖喱饭，是一家经常大排长龙的老店，没有桌子，只有塑胶凳，但是我们去的迟了，没有什么菜可以选。接着是这个在泰国的百年街市达拉朗隆，1900年开业，据说是全泰国第一个陆地上的大市场，所以这个社区应该是120年前曼谷最热闹的地方了。如今里面好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美食，真的好多好多。来这里是为了这家朗冷牛肉汤，已经开业了70年，经营了3代人，老板是泰国华人。浓郁的牛肉汤，分量十足的牛肉，真的非常美味。接着就是这家杏果条汁菜，是我这一趟最念念不忘的美食，就是被这张照片吸引进去。
这个在马来西亚叫做香呆麦或者瓦盘河，就是炸过的面条或是米粉，淋上浓浓的勾芡蛋汤。哇哦，好香好香！算是粤式口味吧。离开曼谷那天还特地再倒回来，饱餐一顿才上火车。在曼谷吃吃喝喝，3天以后坐上火车，继续往南到海牙。这台南下的卧铺火车就比清迈那台老旧多了。下午3点开行，隔天早上7点会到海牙。也是夜班车，看不到沿途的景色，但是睡一觉就到目的地。2018年的票价是上铺835 baht，下铺905 baht，全车冷气。火车沿着泰国的东部海岸南下，在清晨抵达泰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和爱。这个站的正式名称是海牙江盛和爱路口，因为火车路在这里分成2个方向，一个往南进入马来西亚，一个往东去亚拉。其他国家的游客可能不怎么听说过海牙这个地方，它是泰国最靠近马来西亚的大城市，一直到30年前都是吸引新马嫖客去打卡的红灯区。在那个还没有廉价航空的时代，想去海牙消费的一般都坐长途巴士。直到今天，这些跨国巴士都还是有的，不管从吉隆坡还是新加坡，坐夜班车隔天早上就能到。从新加坡是从 Golden Mile Complex 买票上车，这个地方也是新加坡的小泰国，里面都是泰国娱乐场所。2022年5月份被列为新加坡的受保护建筑。隔天我们坐上了此行最后一趟外国火车，这趟车也是类似阿尤达亚到曼谷那种老旧火车，没有冷气，同样也开得很慢，可是经常满座，大多数是从北马过来购物的旅客。泰国境内最后一站巴当布萨，这个站其实分2边，另一边在马来西亚境内，同样也叫做巴当布萨。巴当布萨在马来语里面是大草地的意思，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大平原。从和爱出发1个小时以后，终于进入了马来西亚。旅途的第78天，终于踏入马来西亚的国境。接着我们坐渡轮去槟城，休息了1个星期，在第85天才真正回到老家，结束了2个月又20天的陆路跨国之旅，12000公里，13个中国城市，1个哈萨克斯坦城市，5个泰国城市。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国外75天的旅费。从吉隆坡飞到上海是马币900 ringgit， 哈萨克斯坦飞回西安是马币1290 ringgit， 中国境内坐火车的总旅费是马币4370 ringgit。 上海、义乌、武汉、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霍尔果斯飞回西安、成都、重庆、南宁、昆明。除了乌鲁木齐到霍尔果斯那一段是绿皮卧铺，全程高铁，大部分1等座。泰国到马来西亚部分，从昆明到泰国，然后泰国回到巴当布萨，总花费是马币1480 ringgit， 全部加起来基本行程费用是马币8040 ringgit。以上数目是2个人的费用，坐1个人的话，那就是马币4020 ringgit。如果全程坐普通绿皮火车或是巴士，这个数目还可以更低。大家觉得这个费用有比想象中高，还是比想象中低呢？先给我们点个赞，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大家哦。